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从上到下系统的讲一下如何投资 AI。我看留言，很多人对 AI 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感觉，甚至如何投资都不知道。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必须开始对 AI 进行投资，因为这是工业革命、互联网革命、比特币革命之后，普通人能参与的最后一次大级别的技术革命。错过了这一波，到2030年以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详细拆解一下这个 AI 投资的最后机会。强调一下，本影片全部都是我的个人投资笔记，里面提到的所有的股票代码需要你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再次深入研究，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夫·托夫勒写了一本书，叫做《第三波浪潮》。他在那本书里面提了3个核心预言：消费者将变成创作者，信息将变为核心资产。2000年以后 ，Facebook、YouTube、谷歌云、亚马逊、AWS、Meta 等等全面崛起。如果那时候你就开始一直研究未来学，你就会知道这些都是趋势。如果在2000年之后持续买入这些公司，这样的人早已经财富自由。机会错过了不要紧。2023年，谷歌 DeepMind 的联合创始人、现任微软 AI CEO 穆斯塔法·苏莱曼写了一本书，叫做《即将到来的浪潮》。我告诉大家，这本书非常重要。现在马斯克还有其他的什么 AI 大佬讲的这些事情和未来的规划，在这里面全部都写了。所以这个未来学其实不是玄学，它是科学家和行业领袖根据这个科学物理发展的规律，对未来的产业的一种精准的预测。接下来我就从头到尾给大家讲一下硬核的 AI 投资全家桶。我把这个投资标的从上到下分为3层。第一层，也就是最顶层的机会，是 Pre-IPO。2026年，资本界有几件大事即将发生，就是 SpaceX、OpenAI、Anthropic。这3家公司很可能就在今年启动 IPO。先说 SpaceX， 它已经把马斯克旗下的 xAI 合并在一起，未来估值是 1.25 万亿美元。未来你如果买了 SpaceX， 就是买了太空火箭运输、星链、AI、太空数据中心一体的超级标的。OpenAI 和 Anthropic 属于 AI 巨头，这3家公司未来大家一定要参与。但问题是，普通人一般只能在 IPO 的当天才能买入。那个时候这股价肯定会被大概率炒到天上，然后狠狠的砸下来。炒 IPO 的散户亏钱的人肯定比赚钱的人多，所以像 SpaceX、Anthropic 这种机会，如果我们普通人在 IPO 之前买入的话，就发大财了。以前 Pre-IPO 都是华尔街大佬的游戏，不过现在我也买了一些 SpaceX， 就等着和马斯克一起起飞。我参与 Pre-IPO 的平台，主要用的是 Jasi，它可以让普通投资者用几百美金就可以参与这些没有上市的顶级公司，像 SpaceX、Anthropic 还有最近比较火的 Polymarket， 在 Jasi 上都可以直接投。我给大家看一下操作，也是非常简单。注册完成 KYC 之后有2种玩法，一种是在预售阶段提前锁定份额，这时候份额价格非常划算。第2种就是直接在实时板块买入，买入以后也可以把自己的份额在实时板块卖给别人，或者等公司上市之后直接按市场价卖出获利。入金可以使用转账或者 USDC， 非常方便。注册链接我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和置顶留言，想参与 Pre-IPO 的朋友可以免费注册一下。说完 Pre-IPO， 我们说第2个投资策略，就是直接买入 AI 相关的上市股票。第一类就是 AI 的大脑、模型和应用层，这一层的核心就是4大巨头，谷歌、亚马逊、Meta、微软。最近他们是跌了不少，估值变得非常有吸引力。这4家公司用传统的业务产生巨额的现金流，然后疯狂砸钱建设 AI 基础设施。2026年，这4家公司资本支出合计预计到达6500亿美元，主要是用来芯片采购、服务器部署、数据中心建设。现在他们的股价跌了，但是他们的生意现金流没有任何问题。谷歌的云计算积压的订单还暴涨了 55%， 超过了2400亿美元。微软还因为电力的限制，有800亿美元的云订单没办法交付。这就说明整个需求远远超过他们的建设速度。现在有一种观点就说这个 AI 是有泡沫的，说不定未来会大跌。但是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一下，股价短期可能会大跌，这是因为大家担心这个市场是短视的。但是如果这几个巨头把 AI 基础设施全部都建好了，那它就建成了一条别人无法超越的这种护城河。别人看不清的时候，把筹码卖掉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的估值变得便宜了。第2个投资方向就是 AI 的器官，芯片和芯片的制造层，就是 AI 和物理世界交互的这种器官。
首先就是 AI 的神经中枢GPU 和 CPU， 这个大家都知道，英伟达、AMD、博通，芯片市场的老大、老二和老三。顺着这个逻辑，接下来就是重点 AI 的记忆存储系统，高宽带内存 HBM， 关键公司就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还有美光科技 MU。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存储记忆就是 AI 的灵魂，没有存储， AI 和你聊天，聊着聊着它就会产生幻觉，说的话就牛唇不对马嘴，它把之前的话都给你忘了。 AI 要在未来进行再一次进化，它必须有大量的内存。中期长期 AI 建设是缺少的是能源，但是它永远缺少的都是存储。说到存储，韩国现在是绝对的市场第一，看好韩国存储的可以买入 ETF EWY。 还有一个投资标的就是闪迪，但是闪迪最近被香园做空，利空较多。接着我们可以再往下研究一下 AI 的神经网络、光学模块和高速网络。现在数据中心的瓶颈已经从算力转向了传输速度， GPU 之间必须要有高速的光学连接，必备的光学组件就是 LITE， 它还和英伟达合作开发硅光子技术。第二个就是康宁玻璃 JLW， 它主要是光纤产品。还有 AI 的血液循环、散热和制冷系统。 AI 数据中心的 GPU 密度现在越来越高，传统的风冷已经不够用了，液冷就是刚需。这个核心公司是 VRT， 它提供热管理、UPS 电源和液冷解决方案，并且和英伟达开发了下一代800伏直流电源架构。大家要注意，这几个股票现在涨幅都非常大，你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加入自己的自选股，然后细心的观察，找到你心里的合适点位。最后就是制造 AI 所需的一切的工厂，包括台积电、日月光，还有为这些工厂提供设备的公司，比如制造 AI 记忆系统的设备公司 LRCX， 它的设备是生产高速内存必须的。还有大家都知道的全球唯一的极紫外光光刻机 ASML， 没有这些设备，台积电和三星都造不出最先进的芯片。我也知道很多朋友都在上班，没有空看股票，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最好的标的就是投资被动的 ETF。 我建议大家多看一下3个芯片的 ETF。 SMH 它是涵盖英伟达、台积电、博通等等的核心芯片股。第二个是 SOXX， 2025年它涨了 43%， 覆盖面更广。第三个是 PSI， 它主要是集中在设备和存储芯片公司。接着我讲一下 AI 投资的第3层，就是要投资启动 AI 的一切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大家要记住一个核心逻辑，我们要投资的是 AI 无法替代的东西。无论 AI 在未来怎么进化，它比1万个爱因斯坦霍金加起来还要聪明，它可以替代 99% 的白领，没关系，它是不可能替代电力，不可能替代数据中心和矿产原材料的。麦肯锡预测，到2030年，全球 AI 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资本支出达到7万亿美元。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将从2023年的19吉瓦增长到2030年的35吉瓦。高盛的报告也是说，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到2030年将激增超过 160%。 所以这又带出了一个巨大的投资方向，能源和基础设施。 AI 数据中心需要的是24小时不间断、高度稳定的电力供应。太阳能和风能就有间歇性满足不了需求，核电就是最佳的解决方案。而且 Meta 已经和核电站签了20年的核电供应协议，亚马逊也是签了这些协议的。川普政府已经发了多项行政命令，要加速审核核电建设。核电方向我认为买 ETF 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建设周期比较长，政策还有环保，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公司都有一些的不同点，所以还是持有一个核电的 ETF URA 这个方向可能会更加好一点。最近它回调了之后也慢慢涨回来了。第二个能源的方向就是买入天然气发电和电力的基础设施。从中短期来看，天然气仍然是最好的最快的 AI 电力来源。这个龙头就是 GEV， 它是通用电气拆分出来的能源公司。最近它的燃气轮机订单大幅增长，排到好多年以后了。第三个方向就是投资 AI 需要的原材料和矿场。建立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铜、铝、钢铁、稀土等材料，加上美国最新公布的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计划，川普拉过来的投资18万亿美元，他们都需要这些基本材料才能完成建设。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些 ETF， 比如能源板块的 ETF XLE，
公共事业板块 ETF XLU， 原材料的 ETF XLI。 我告诉大家这些代码不是让你马上都买入啊，正确的做法是你把它先放到自己的自选股清单里，放进去之后，像木木这样的 APP 就可以推给你很多它的新闻，你就看这些新闻，看一下大盘，观察久了你就有感觉了。你要像一个猎人一样，等到这个猎物掉进你设好的价格区间啊，这个时候你再买入。或者是你使用平均成本法，找一个非常好的公司，非常好的 ETF， 每个月买一次。或者你可以多问一下 AI 啊，什么时候买入比较好啊？这个点位怎么样？技术面怎么样？ AI 会给你一个非常专业的参考意见。我猜很多人都说啊，你说的这些代码股价都非常高了，还能买吗？而且新闻说 AI 都有泡沫，哪一天大跌怎么办？回调大跌肯定会发生的，但是真正优秀的公司暴跌就是机会。你不信的话，可以看一下2000年互联网泡沫，亚马逊的股价从最高点暴跌了 94%， 2022年 Meta 的股价暴跌了 77%， 英伟达上市以来至少有4次有 50% 的暴跌，2021年、08年、18年还有22年。但是它从 IPO 到现在涨了33万倍，年化回报率 30%。 谷歌也一样啊，这些大企业都一样。所以像这种科技股啊，大跌可能都是常态，但是长期的趋势不变。关键就是你相不相信啊，你买的这个公司是真正有价值的公司，未来它是一个可以持续增长的公司。投资 AI 之前，我建议大家都看一本未来学的书，叫做《即将到来的浪潮》，它的作者是穆斯塔法·苏莱曼， AI 领域的先驱。书里面就提到过 AI 革命出现的时候会有4大预兆，而且这4大预兆现在已经出现了3个了。这4个预兆，第一个就是不对称性，一个人加几个 AI 代理就可以完成过去需要一个科技公司才能做到的事情，比如现在最火的 OpenClaw 就是一个人用 AI 写出来的。第二个特征就是高度扩散性，你感到科技进化的时候好像是几天前突然出现的，比如自动驾驶 AI 自动代理的都是一下突然出现的。第三个特征是全用途性，它这个 AI 不只改变一个行业，而是同时改变所有的行业，医疗、金融、法律、教育、娱乐、制造、能源，每一个领域都在被 AI 颠覆。第4个特征就是最厉害的 AI 自主进化，终局的自治与超越。AI 自主进化就是这个 AI 可以在没有人类参与下自己优化自己的代码，自己布置任务，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自己进化，而且这个速度可能是每几个周就提升一次，进化一次。等到这个时点到来的时候啊，这谷歌、亚马逊、英伟达、SpaceX 这些公司他们就可以自动运行 AI， 自动赚钱。这个时候普通人就基本没有机会了，因为你要产生财富，只要有电源，只要有 AI， 只要有钱就可以了。如果普通人这个时候没有投资 AI 啊，你没有股票，你没有钱，那怎么办？你就没法用 AI 给自己创造财富。根据未来学，他说啊，最快的点是2027年年末，慢的可能是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等到2027年的时候再回来看一下这个视频，看看到底有没有实现。有的朋友就说啊，未来大家都失业了怎么办？谁会去消费？谁会去买房？经济会不会崩溃？最近是有一些文章在探讨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认为这个经济不会全面崩溃，而是会加速发展。因为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它是让 99% 的体力劳动的人失去原来的工作，马车夫、搬运工、纺织工人等等的。但是它创造了新的工作啊，工厂的管理员、铁路工人、电报员等等的，人类的整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次 AI 革命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它让靠纯智力劳动的白领们，他们的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渺茫了。但是让 AI 和这个物理世界可以连接的这个工作，比如基础的制造、钢铁厂工人、芯片厂工人、矿产、电工，这些职业会再次崛起。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繁荣增长点，就是一个人公司将大量崛起，就是你一个人用几台电脑，里面全都是 AI， 你用它进行设计、生产、运营、剪辑、写法律合同、做市场推广，你就是老板，他们就是你的员工。甚至在未来，你买几个特斯拉的机器人，让它在你的车库里打工，生产产品，然后让 AI 在线上卖，这个在未来都会大量出现的。所以在很多未来学的预测模型中，
说是通用人工智能 AGI 出现之后，美国的 GDP 增长率可以从现在的2%到3%飙升到10%，甚至在某一些年份高达30%。这些数据在一个网站叫做 AI2027.org 里面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所以说整个 AI 蛋糕会在未来变得越来越大，投资 AI 会使用 AI 的人会直接受益，而离 AI 越远不会使用 AI 的人，他们将会陷入贫困。最后我必须提示一下风险，鉴于现在的股市的确是高位，而且很可能出现很多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所以 AI 投资大家一定要记住3个原则。第一个就是选择现金流充足的公司，谷歌、亚马逊、Meta、微软、台积电等等的，现金流一定要没有问题。第二，选择有真实需求的，每年它的利润都有真实增长的公司，不要去碰那些只有概念没有营收的空壳公司。第三个就是你作为投资人一定不能梭哈，一定要有自己的现金流，不管你是开公司还是上班，一定要把自己的钱存起来。你有了现金流，等到什么大跌的时候就可以慢慢的买入，这样积攒起来在未来才会有更好的收益。我做这个频道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从18年的金融从业经验里发现，只有 0.1% 的人他是有投资的想法的，而其他的人全部都是懵懵懂懂的。所以99.9% 的人他都错过了大部分的投资机会，少部分人是通过买房买地发财的。但总的来说发财变富的人还是那 0.1% 的人。所以我希望用这个频道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投资的方向是什么样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如果你喜欢听，请帮我点个订阅，冲个10万订阅。以后我会给大家每周讲一些世界最新的发财信息，希望我们都一起学习，一起发财。想听什么分析就可以给我留言，我总结好了就会做影片一起告诉大家。好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